你不能做一个特别奇观的表演。好像突然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接触过的世界，口齿会有一些含糊，不太喜欢跟别人对视。你们应该想象不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样的角色，你跟他相处之后，你就更知道怎么样通过演之外的事情去完整这个角色。大家好，我叫刘春和。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欢迎千玺做客，小小的我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我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谢你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才让我真的看完电影去查了很多的资料，去看了很多真实的这样的患者。但是我想当初聊剧本和你真正接触到他们，去扮演他们，还是有一个过程的。有哪些是你意想不到的他们生活当中的难处？其实最开始我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都对不上号，我都不知道他们大概的肢体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认知跟我们是一样正常的，我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些。然后接触了剧本，然后接触了几个真实的患者之后，就开始有点发怵，你就会突然觉得说，哎呦，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就是好像突然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接触过的世界。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你会捕捉到他们有什么样的共性吗？我发现愿意出来跟我们交流的都很爱笑，他们经常是把自己放低姿态，说的话里面总是有一点点不经意的小讨好别人的那么一点小意思，比如什么没事没事，我没事，然后就类似这种。到后面拍摄的时候，导演也总跟我说，不要带一点点的反抗性质，不要带一点点任何的攻击的气质在，就是要很温润，像小白兔就那样的感觉。阿婆，我想出去走走。好像真的几年来都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是目不转睛的看你每一个表演的细节，都能够让我感受到你对这个角色拼尽全力的这种用心的塑造。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就是上楼梯，你是不是观察了很多这样的资料呢？对，很多的文字资料、影像资料，然后再跟他们亲身去交流，再近距离的观察他们的规律和各种抖动的程度之类的，算是做过工作量最大的一个角色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吗？有，其实最大的那个困难是我没到镜头前，没有真正开机之前，我自己的在房间里对着镜子那样的捕捉，那样的模仿，其实都有点找不到最准确的样子。你只有进了镜头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什么样的幅度是精确的，是大银幕上大家能接受的。你不能做一个特别奇观的表演。我从来都不想要在国内。你是不是个男人？我是个正常的20岁成年男性。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生活的细节，比如说在吃东西啊，吃那个肥肠面啊，喝啤酒啊，等等等等，这些你自己都在演之前做了很精心的设计和想象吗？对，因为其实说100个脑瘫有99个都不太一样，因为大脑受损的部位不同，然后引发下来的，对，这个规律也都不同。英儿到家来。然后我呢是集合了一些我觉得我的身体能做的，然后再用我的属于我身体的惯性去养成一些习惯，比如大拇指进来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习惯，拧牙膏盖，那个盖永远拧的不是特别紧，然后总是会掉，然后剥鸡蛋又剥很长时间就。
所以那一整段时间，你其实除了拍戏之外，结束之后你也一直保持着那样的肌肉记忆嘛，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身体的肌肉记忆是在身体上留的最长的一个角色。我在后面进一些商务拍摄、拍些广告或者进活动的时候，就总是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脑子就这个脖子什么的就总是带一点那个惯性。我的手那个大拇指总是那个后面那段时间总是喜欢，然后就不行，我得自己平常注意。外婆，你朋友报完到，你就买张车票，去你想看的地方看一看，耍一耍。除了在这个肢体上，其实在声音上，我们也能够看到脑性瘫痪患者他们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在语言上的一些障碍和影响。你怎么样去把握这一次的整个的台词的表达？这个我们其实也挺担心的，因为一个本来就都是方言，然后再一个说话口齿会有一些含糊。在准备这个角色之前那段很长的时间，突然有一次口腔一侧长了好几个溃疡，然后我就侧着舌头说话，然后后来一进组在找这个说话的时候，一侧舌头发现哎，跟他们说话好像，我就这么留下来的。你四川话什么时候说的那么好呢？我怎么觉得说那么标准？以前也在重庆生活过一段时间，生活工作，然后那会儿我觉得是大脑里面多少都能留下一些规律，然后在现场就每句台词上面都标各种上高高低低那些东西，就每天练嘛。那阵子是我养的一只流浪猫，它只有3条腿，它走起路来跟我很像。我觉得刘申河这个角色其实带给我们的完全不是苦情，而是他一直在向上生长。我记得有一句台词让我印象挺深的，就是在外婆跟他说你能挣钱了，他说我找工作不是钱，而是尊严。外婆是高兴了，高兴的眼泪哈，没得事。我在前期看的那些关于康复的书籍里面，每本书都会提到医院治疗是一部分，家庭治疗是一部分，社会的治疗也是其中一部分。春和能在这儿得到一些温暖，这其实也是所有渴望走入社会、渴望得到公平待遇的残疾人发自内心的一个渴望。我演了这个角色之后，我后来在每一次再见到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或者他们在我这个角色里面也能找到他们的共鸣的时候，我都好感动。有一次从一个电梯出来，然后过了几秒，一个7、8岁的小男孩就垫着脚尖，然后手就这么平衡着，然后就笑得很开心，满脸通红，就笑得很开心，往里走。爸爸妈妈也没有怎么管他。然后进电梯之后，然后就伸手让他这么走进来。我当时就从他旁边经过，我就哎呦，就好想抱抱他，特别莫名的感动。我只是想让你们看见，再渺小，也都是完整的我。